大家好，频道我是殷大吉。那家庭对于孩子来说是成长的摇篮，是培育梦想的起点，也是人生路途中最重要的栖息地。父母扮演着引导教育孩子的角色。那原生家庭的环境恶劣，父母教育不过关，不仅会让孩子缺失正常的处事观念，甚至会产生心理问题。2011年，一场特殊的官司在上海开庭审理，被告席上的是儿子，事件中受害者则是他的亲生母亲。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上海机场刺母案。2011年3月31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现了紧急情况，一位女士身中数刀，倒地不起。有位外籍男士用毛巾按压住了她的伤口，帮助止血，还一直提醒她保持呼吸，保持清醒。那这段画面也被路人给拍了下来。躺在地上的顾女士是一位母亲，到机场接留学回国的儿子，结果被刚下飞机的儿子连续砍刺9刀。就这样，刚刚见到儿子的顾女士倒在了血泊之中，她的肝胆肾都不同程度破裂，可见儿子下手之重。在连刺母亲9刀后，当儿子的居然转身离去，头也不回，留下奄奄一息的母亲，全然不顾他的死活。伤势严重的母亲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慢慢变得模糊。等到医护人员赶到之后，那位救人者才离开，也没来得及和他说声感谢。那2个离去的背影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最亲近的儿子拔刀相向，要置自己于死地，那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却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那经过紧急治疗，顾女士保住了性命。那如果不是当初有人及时帮助止血，那情况不容乐观。在医院清醒后的顾女士进入了发烧虚弱的状态。事发后，外界舆论是一片哗然。面对闻讯赶来的媒体采访，顾女士虽然表示心有余悸，但还是在帮儿子开脱。她说：“毕竟这是自己儿子，也是一直都很听话的好孩子啊。可能这一次呢，自己说的话确实刺激到了他。那这个事情也超乎了自己的想象，猝不及防。但希望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他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办法，这也是我的命。”那事件中，顾女士的儿子化名汪家京，那后面我们就称呼他为小汪。事发半小时后，小汪就被拘捕。在接受讯问的时候，他交代自己之所以做出这种疯狂举动，是因为他和母亲要学费，但母亲不想再寄给他费用。但电话里说不清楚，所以就从东京飞回上海，专门催讨学费。那2个人在机场一见面，母亲又当面说以后不给钱了，导致小汪情绪失控。我脑子一下子空白，然后冲上东西，用刀砍了他。不给学费就要弑母这外界纷纷指责这人毫无人性，丧心病狂。一个受着高等教育在海外留学多年的留学生，不知感恩，还变成了手刃母亲的孽子这也让人不禁思考，在无法理解的行为背后，究竟又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这一场悲剧？他如何变成这般冷血？这一家人又经历了什么呢？24岁的小汪是上海人，小时候是一个安静听话的乖孩子，父母也一直望子成龙，希望他学业有成。可父亲酗酒成性，脾气暴躁，在他成长过程中承受了很多压力，动辄打骂的方式也让他存在恐惧心理。丈夫的脾气和对待孩子的方式，顾女士很不认同，但敢怒不敢言。每次儿子在遭遇父亲的打骂之后呢，为了安抚他受伤的心灵，就会选择用物质来弥补，试图用自己的做法尽量去减小父亲给他带来的影响。那小汪到了中学之后，成绩并不好但父亲为了自己的面子，执意给他填报了2所重点高中，与成绩完全不匹配的目标，让他压力倍增，感觉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出所料，中考失败落榜，出现无学可上的局面。也因为这样此后的半年时间，他在父亲口中多了一个称呼——傻子。父亲又不愿意让他念中专，想到一个办法，自己的姐姐，那也就是小汪的姑妈，嫁到了日本。于是，在2007年，把19岁的小汪送去了日本读书。小汪在姑妈家里也能省下一笔费用，还能有人照顾。就这样，他来到日本。起初呢，一直住在姑妈家，因为没有语言基础，先要读语言学校，再考日本大学。那这样的生活仅仅维持了3个月，小汪就从姑妈的家里搬了出来。
因为姑妈患有抑郁症10年了啊，加上处在更年期，性格容易暴躁，她在那里受了很多约束，晚上9点前必须睡觉，上网时间不能超过40分钟等等啊。如果有哪条没做好，姑妈就会爆发，寄人篱下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以就决定不在那里住了，自己在外面租房单独居住。之后就和姑妈没有任何联系，没人可以依靠啊，唯一让她维持生活的就是家里经济上的支持。后期她就考入日本大学经济学专业，这时候她也能打工赚些钱，做过居酒屋的领班，商店的职员，可赚的钱不够用，主要还是要靠家里的支持。她在日本的生活风光惬意，而家里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好，甚至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前几年他们家老房子拆迁，拿到了钱之后呢，也没能买成新房，为的就是拿来供他到日本留学。可小汪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父母，他们的交集就是要钱，而家里的真实情况，父母的状况他也不过问，也不在乎。而这些年究竟是怎么过来的，也都一无所知。他去了日本以后呢，父母出现了矛盾，顾女士因为不能忍受丈夫的暴力，提出了离婚。离婚后，丈夫冻结了剩余全部拆迁款，自己去了美国打黑工，告诉小汪说：“你妈有钱，以后找她要去。”这让顾女士心力交瘁。那顾女士并没有稳定的工作，曾经是商店的营业员，后来又去一家服装公司上班，每个月收入6、7千元，但儿子1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却要20、30万。为了凑这个钱，她生活很细致，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尽量减少支出，平日里几乎不吃肉，那有什么吃什么啊，上下班只靠步行。后来为了省点租房子的费用，顾女士干脆搬到了娘家，吃住都和老母亲在一起，尽可能去省钱寄给儿子。后来压力开始变大，也曾和老母亲开口借钱，但母亲的工资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过后所剩无几，万般无奈之下，他借起了高利贷。考虑到儿子一个人在国外读书，压力也很大，就没有告诉他这个情况。面对儿子打电话索要学费，想尽一切办法汇过去，对无度的索取保持隐忍和沉默，即便背后的辛酸和真实情况儿子并不知道，他认为只要自己扛下来就行。可这也成了小汪判断母亲有钱的依据。也就在这个时候，小汪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日本期间呢，他的恐惧和烦躁几乎无人可以分担，就开始变得易怒，非常敏感。从2008年开始，就总能感觉身边的人都在整他。在超市当收银员的时候，就感觉每个顾客都要伤害他，还怀疑同事把他的衣服给弄坏，所以他把对方的戒指扔到地上踩坏来报复。那事后同事报警说小汪莫名其妙，这从来没有对他产生过敌意，突然之间就变得很狂躁。那最终小汪以器物损坏罪被判刑6个月，缓期执行。虽然暂时没有服刑但还是在拘留所里待了一段时间。家里人在事发半个月之后才知道这个事情。那小汪被判刑的那个学期，所有的学分为0。之后由于学校不能再为他提供担保也就无法再靠打工赚钱生活了。无法赚钱，那所有的开销就是整个压在母亲的身上。他的性格开始变得越来越古怪，还出现了幻听症状，总和亲戚说能感觉到有人整他，总能听见有人骂他。他在电脑和手机里还听见了别人的声音，就砸了电脑和手机，再买新的。那花销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因为总是担心有人要害自己他开始不断搬家。在案发前的最后1个月，房租已经高达每个月12000元人民币。因为这个房子有保安，不会有人追杀让他感觉很安全。但还是会出现各种整他的人，很难和别人和平相处，随身携带2把刀用来防身。那有一次和邻居发生了矛盾，他直接掏刀砍伤了对方，结果被拘留了20天，这加重了他精神上的压力。他总感觉自己的衣服上沾了血，不断扔掉，然后买新衣服穿。那2009年之前，家里还可以想办法支付他的学费，可到后期，母亲借的高利贷本息加起来已经高达几十万。小汪每次在日本打越洋电话回来跟家里要钱，实在熬不住就劝孩子，那不行就放弃留学，回国发展吧。结果儿子拒绝了。他彻底没有了安全感，确信有人在跟踪窃听监视他，因为耳朵里总能听到有人和他说话，还专门去医院看过耳朵，结果是耳朵没有问题，就问医生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有人利用高科技在他的脑中植入了类似芯片的东西。那医生的结论是，你可能是有精神病啊，建议去查一查。那这句话是出于现实的角度出发，但小汪却感觉医生在侮辱他，那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最后小汪愤然离开。那虽然也和母亲打电话提过这个事情，但没有引起重视。顾女士也感觉到儿子的异常，但并没有太过在意，一直认为那是小汪在日本学坏了。但问题不大，再熬2年他就能毕业，就一切都好了。可现实问题还是摆在眼前呢，高额的费用很难再凑齐，那母子间的亲密也被越来越多的争吵所替代。那小汪一开始要钱，顾女士说没有啊，后来再一闹就有了啊，他就会感觉这个办法有用，而且家里还是有钱的。可顾女士的工作和收入肯定没有办法一直维持啊，到后来开始无法按时给他汇款，即便到了这种情况，他还是没有和儿子说明真相。2010年4月，小汪因为一直联系不上在美国的父亲，就飞回了上海和母亲索要10万块钱。当母亲说拿不出来的时候发生了冲突。小汪情绪十分激动近乎疯狂，觉得他这就是在搞事情，把自己给惹急了。那先把外婆家能砸的东西全都砸掉，然后开始威胁，嚷嚷着要钱不给钱，别说我要杀人了，还要上前打人。那顾女士被吓得不轻。惊慌失措的外婆干脆跑到外面去喊救命，邻居被惊动后呢，赶忙过来劝解，但这孩子就是油盐不进，不行，必须给钱。那即便警察来了，嘴里也是打打杀杀。那邻居们气不打一处来，说你母亲为了供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感觉这孩子完了，废了。2011年3月，日本的新学期马上又要开始了需要学费。那顾女士已经实在没有办法，就告诉儿子没钱了。但小汪还是以为他在搞事情，数次催讨。3月31日下午，最后一次给母亲打了催款电话，得到的依旧是拒绝的答复。他很烦躁那么多年了，供养下来，一下子就说不给钱了，那怎么可能没钱呢？不给钱，那就是你的问题。那打完电话之后，他用自己最后的一部分房租买了一张东京到上海的 MH921 航班机票。他说因为没有钱呢，一天都没有吃饭。在回来的飞机上，他还一直感觉到有人在整他。他很愤怒，下了飞机之后见到了前来接机的母亲。那顾女士第一眼看到儿子就感觉有点不对劲眼神呢一直死死盯着自己。接机口到事发地不过100米，短短2分钟的路程里，小汪和母亲之间发生了争执。顾女士很坚决表示没钱，就有一条命。受到刺激的小汪从行李箱里掏出水果刀，连刺了9刀。小汪被捕后接受审讯的时候就说经常莫名其妙的觉得遭到别人的欺负，但是细问呢又没头没尾说不出具体是谁怎么欺负他。家里人也提出，因为这孩子精神不太好，现在做出这个举动呢应该是变严重了，就要求有关部门对他进行精神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他有严重的幻听和被迫害妄想症状，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他所讲到的那些问题其实都是空的，不存在的。这个医学专家认为这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他之前回国，家属已经感觉到跟以前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这也和家人说过有明显的症状比如有人在他身体里装了监控在耳朵不停地说话。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非常明显的精神疾病性症状，已经处于明显的发病区。但家属因为没有经验和足够的重视，就没能意识到这个孩子已经生病，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病情不可抑制的急速加重。很多人的印象中，精神病患通常会免除刑事责任。那法条规定的是，精神病人只有在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不用负刑事责任。但这个事件的发生，就是小汪行凶的过程并非是受到了幻听和妄想症直接驱使的，存在主观故意，所以没有直接被免除刑事责任属于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是要接受制裁的。但一般来说可以从轻减轻处罚。那事发后针对小汪是否需要被判刑，这各方争议不断。2011年10月19日，机场刺母案开庭审理，母亲给小汪聘请了律师这也是事发后呢母子俩第一次相见。虽然近在咫尺，却是原告和被告如此不同的身份。法庭上，顾女士希望法院能判儿子无罪，回归社会。而在她痛苦求情的时候，站在被告席的小汪面无表情，被媒体评价为冷漠。那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小汪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这个判决是结合了他的成长环境和病情从轻发落的。
那被告人不服，提出了上诉。2012年3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小汪在服刑期间接受了相关治疗。那事发后，小汪的姑妈给他父亲打过电话，那家里人都认为他的暴躁性格让儿子长期压抑，后期凸显精神问题，他应该负80%以上的责任。电话的另一头停顿片刻，回应了一句：“我自己也在反思，回想当初把他送去日本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一个家庭中，如果父亲的脾气特别暴躁，让孩子从小就沉浸在压力和恐惧中，对心理影响很大啊。轻则性格怯懦不自信，很难自立，社交能力很弱，严重就会在内心积累所有的情绪，酿成偏执性格。那小汪就是从小生活在这种家庭中，在他心智尚未成熟，人格还未健全的时候，又被安排去了国外独自生活。从家里的经济状况到他心理的抗压能力和自控能力都面临着考验。但很明显啊，这是一个很盲目的决定。母亲出于亏欠心理，想去尽量温暖孩子，有问题自己扛，不告诉对方自己的难处，去满足他的生活。那这种爱的方法从结果来看虽然不当，可是从母亲的角度出发也可以理解。而过度的爱护迁就却也造成了宠溺，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弱，冷漠，完全无法自我消化挫折，加重的病情让他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他不知道自己当时的处境该把责任推给谁，于是所有的人都成为了敌人当母亲这个唯一能够提供帮助的工具人没有价值的时候，也转变成为敌人的角色，导致最后出现极端的行为。那现在小汪也早已出狱虽然不知道后续一家人是如何生活，但希望这个事情对更多人有所警示家庭中无论为人父母或子女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狂暴的性格、无度的索取和自我感动式的付出都会给家庭带来隐患。那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幸福。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大吉，我谢谢你了，拜拜。